你也许很认真的在学中文，你学语法、背单词、看电视，甚至看中文书、读新闻，也听 podcast，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进步不大，你想要放弃。大家好，欢迎回来，我是郑飘。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学习中文过程中常常会犯的几个错误，希望你没有犯这些错误，但是如果犯了也很好解决。那我们开始吧。第一个错误，用英文学中文，这个非常常见。刚开始学中文的时候，用英文学是比较有效快速的方法。 YouTube 上也有很多视频都是用英文来解释中文的，来教中文的，我觉得也很有用。比如说 Grace Mandarin Chinese 的 Grace 老师，他教的就非常好，我常常给学生看他的视频，尤其是关于发音的。但是慢慢的你的中文越来越好了以后，希望你开始用中文来学中文，不要看太难的东西，只要比你的水平稍微高一点点的，能学到新的东西，但又不会觉得太难的。比如 Mandarin Click 有很多慢速的小故事，有图片，有汉字，也有拼音，然后如果需要的话也可以点开它的英文字幕，不需要的时候就可以关掉。听说读写都可以这样练习，你会发现你慢慢的就开始用中文思考了，慢慢的你的听力就越来越好了。第二个错误，不敢说中文。我的学生一开始都这样，尤其是中文一的学生，刚开始学了几个月，不自信，这个是非常正常的。你是不是这样？在教室里跟老师说中文可以说得很好，一出去餐馆点餐，或者和会中文的朋友说中文，或者跟你的爸爸妈妈，跟你的家人，会说中文的家人聊天，你就不敢说了，因为你怕自己说的不好，你怕被别人笑话，这个我非常理解。我自己刚来美国前2年，害怕跟别人说英文，怕说错，然后跟他们聊完了以后，我常常后悔，哎呀，我怎么没有这样说，哎呀，我应该这样说，等等。这个其实也看人的性格，有的人觉得说完就错了也没关系，这是我学习的过程，但是有的人会觉得太丢脸了，哎呀，太尴尬了，哎呀，我以后再也不说英文了。有的人觉得说错了就错了，没关系啊，这是我学习的过程，我不是母语者，我说错是很正常的。我觉得这个想法非常好，现在我也是这么想的。我跟朋友说英文说错了没关系，我不是母语者，说错了就错了，那我现在学会了嘛，对吧？其实你会说中文，大家已经觉得你很厉害了。有很多人不敢学中文，有很多人不会外语，对吧？所以你会说中文，大家已经觉得你很厉害了。但是同时我也会做好准备，给大家的建议，第一，自己多练习，生活中随时用中文去思考，常常自己跟自己说话练习，不会的表达马上就上网查，用 AI 很方便， ChatGPT 问一下 ChatGPT 或者Bard 问一下，中文怎么Bard 还不会说中文Bard 还不会说中文。还有就是提前准备并练习要用的单词和表达，比如今天下午我要带小花去找他的朋友玩，我和小朋友的爸爸妈妈可能会聊什么，我会先想一想，然后准备一下，如果我不会说，我就先上网查好，自己练一练，这样我下午聊天的时候就会更自信，也会表达得更清楚。错误3，觉得自己做不到。这个想法很常见，但是有毒。尤其如果你学了一段时间，你觉得进步不大，你可能会气馁，可能想要放弃。别人说中文说得这么好，怎么我就不行呢？也许我就是不擅长学语言吧。这种消极的感觉很强大，它会让你什么都不想做，它会让你越来越相信自己做不到，然后真的就放弃了。这个时候要停下来，不要去想，
出现了问题怎么办？很简单，解决问题。不要去否定自己，不要去谴责自己，觉得自己不行。这个问题是学中文进步不大，解决方法就是找到进步的方法。方法是什么？你现在应该知道方法了吧？避免这些错误，然后照着你的兴趣和需要去学。第4个错误，没有时间学。听到这里，你是不是已经觉得没有时间学是个借口了？时间，我们都是时间的主人。时间就像一个个盒子，你可以选择在盒子里放不同的东西。你可以选择放睡觉，你也可以选择放学中文，也可以选择放看电影，都可以。我以前没有时间健身，因为我没有把健身放在这个盒子里，没有把健身放在我一天的安排里。但现在其他安排都没有变，我每天能健身1个小时。所以把学中文放在你的时间盒子里，也许是早上的盒子，也许是晚上的盒子，这样你就有时间学了。第5个，放弃。一般人会跟你说放弃，不可以放弃。不，我觉得放弃也是一个选择。如果你真的觉得应该放弃，但是你先要分清楚你为什么放弃。跟大家讲个小故事。2年前，大家看到后面，看到钢琴了吗？这是2年前我老公给我买的生日礼物，因为我跟他说我一直很想要学钢琴，我觉得没有学钢琴是我的遗憾，所以他就给我买了一台电钢琴，还好不是真的钢琴。我学了7课，上网买了网上的课程，我学了7课，然后就没有继续了。但是这个放弃是我想清楚以后的放弃，我想把我的时间花在别的事情上，比如 YouTube 频道，比如我的女儿小花，也许以后还会重新开始学钢琴，但至少现在我不想学了。但是我很清楚我不能放弃学英文，因为我试过放弃，我发现这个放弃是一种逃避，是一种退缩，而且我很痛苦。所以有2种放弃，一种是你想清楚了，不想花时间在这件事情上，还有一种放弃是逃避。你是哪一种放弃？如果你的放弃是逃避，那你不应该放弃，你应该面对问题，解决问题。然后你会发现，原来我们每个人都很强大，我们可以解决这些问题，而且解决问题带给我们很大的快乐和成就感。学中文其实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，你可以的。我另外有一个视频，如何有效快速的学中文，也许对你也有帮助。好，那我们下期见啦，拜拜。